九重子大结局，季勇隐退，万皇后母子惨败。这一世的结局改变了。上一世，窦昭和宋墨都死在了乱箭之下。为了报仇，宋墨对皇帝太子下手，投靠庆王。不过这一世，一切都已经改变。上一世，宋墨最后才知道自己报错了仇。他一直以为蒋家覆灭是皇帝和太子的手笔，为了报仇，他投靠庆王，扶持庆王上位。太子临终前却告诉他，他恨错了人。重来一世，有窦昭从旁协助，宋墨查清了害蒋家的仇人，庆王、万皇后和朝堂重臣都有参与。在皇帝的设局下，宋墨的配合下，成功把这些人一网打尽。因为皇帝想让万皇后殉葬，万皇后想要为自己搏一条生路，拉着庆王一起谋反，却不知这一切都是皇帝的圈套。皇帝以身为饵，万皇后和庆王落得一败涂地的下场。季勇是一个很狂妄之人，他的想法也和其他人不一样，他想有一条登云梯，他想成为朝堂数一数二的存在。上一世纪勇出家了，这一世他却按照皇帝的安排，成了庆王的座上宾。庆王欣赏季勇的才华，以失礼对待他，可庆王想要施展抱负，便要清除庆王、万皇后这样的毒瘤。他表面看起来为庆王出谋划策，实际上却是忠心皇帝与太子的，扳倒庆王和万皇后。季勇出了不少力，最后太子登基，季勇也顺利成为了首辅。不过后来天下太平，季勇却出乎意料地选择了隐退。苗安素有过一段糊涂的日子，他因为宋汉与窦昭姐妹情破解，终日困于后宅之中。宋汉是他生命中的一束光，他想要牢牢抓住，却发现宋汉并不是他看到的那样。宋汉追随庆王，庆王败了，他自不会有好下场。可宋汉怎么也没有想到，他会死在苗安素手中。苗安素看清了宋汉，也想给他知道解脱。宋汉死后，苗安素便重操旧业，成了一位女商人。皇帝赠送宋墨雪灵芝，解了他体内的怨憎会。宋墨和窦昭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皇帝把唯一的雪灵芝给宋墨，不是疼爱，也不是对蒋梅孙愧疚，而是帝王心术。皇帝把雪灵芝给宋墨后，汪渊公公哭得像个孩子，他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把生的希望留给宋墨。皇帝回答，我已经油尽灯枯了，用不住了，给燕糖，让他永世护着佑圣，这才是皇帝的真正目的。他还要用宋墨。皇帝一直秉承做事要有大局观，目的凌驾于所有东西之上。比如当初他下旨召蒋梅孙回京，并不是因为怀疑，而是给太子铺路。皇帝对太子说，待朕斥责他，将他下狱消绝，你再在朝堂上为他喊冤，那他就成你的情了，也就会服你信你了。为了太子能稳固朝堂，什么昔日兄弟情，皇帝都能抛下。再比如银楼案里，宋墨拿着契书逼皇帝处置庆王，可法不责众，更何况当时布局还未完成，并不是处置庆王一党的好时机。所以皇帝以血污了契书看不清为由，想把事情暂时敷衍过去，还暗示宋墨把罪责推到窦世英头上，用一个窦世英换宋墨的全身而退。皇帝觉得很值得，用皇帝的话来说，就是成大事者当懂权衡取舍，一时意气只会尽失全局。如今皇帝和宋墨之间只能选一个，权衡取舍之后，皇帝选了宋墨。一方面是对太子的放心，在这次庆王叛乱之前，太子都不是皇帝心中合格的君王，时常利用各种机会教导太子如何做好一个帝王，比如试探太子对庆王结交朝臣的看法。太子的回答过于仁厚，皇帝说，为君之道，你该跟你的弟弟学学如何礼贤下士。可太子不想像庆王一样行事，用一句对得起祖宗社稷回答皇帝，拒绝招揽大臣。皇帝感慨，不知道该怪梁继芳是教太好，还是教傻了。可当皇帝被万皇后幽禁，生死不知时，太子带人闯进皇帝寝宫，扬言关心父亲，要查看情况。终于不再是个只会仁义道德的君子，也会利用人心和储君身份，用手段来解决事情。皇帝流泪，佑圣啊，你终于像个储君了。庆王一世后，皇帝已经能放心地把江山交给太子，后继有人，皇帝对死没那么在意。重来一世，很多事并没有改变，蒋梅孙、赵古秋的死，但很多事也已经改变，不少人的命运和上一世有了很大出入。如宋墨窦昭，微不足道的力量无法改变历史走向，可若是有参天倒来之力，
很多事也是可以改变的。大结局中，宋墨和窦昭的女儿联军悄悄从课堂溜走了。剧中并未点出小联军的去向，只是用这个场景交代了定国公儿子的现状。但看了剧本中大结局的删减片段才知，小联军溜走这段其实大有深意。剧本中，小联军跑出去玩，遇到了给窦昭招式录的方士。方士想送小联军一本招式录，可小联军一脸不稀罕，因为他听窦昭讲过招式录的故事，跟方士送他的这本一点也不一样。方士神秘一笑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或许这世上有些很厉害的人，改变了书里这些人的命运，不只是改变了书里写到的人，那些没有被写到的一方土地上成千上万的百姓，他们的命运也被改变了，所以你看到的书不一样。小联军觉得方士是个骗子，转身要走，方士赶紧从怀里拿出好几本书，分别是10重子、11重子等，每本结局都不一样。你想不想看看其他结局？剧本的最后一段是小联军伸出手，犹豫住不知道要指向哪一本书。剧版没有展示这个结局，可能有过审等方面的考虑，但这个结局实际上跟前面方士给窦昭招式录形成了绝妙的闭环。细品方士怀里这些命运之书，会发现这部剧想告诉我们，命运既是确定的，又完全可以改变。一开始，宋墨的人生轨迹完全跟招式录一样，在命定弑父杀弟的年份，他果然发现了母亲逝去的真相，被仇恨逼到了极点。如果宋墨没有被窦昭拦住，他必定会弑父杀弟，走上扶持仇人的不归路。但这一世，宋墨并没有走上原定的命运，而是选择与父亲弟弟决裂，用更和缓的方式报仇。这说明命运可以改变，也点明了改变命运的条件，跳出原有的习气和思维框架。按照宋墨前半生的行武习惯，只有手刃害死母亲的人，才算真正报仇。因此，当他被窦昭拦住，决定留父亲一条命的时候，内心翻涌着无数痛苦和挣扎，这正是改命的困难所在。按照我们一直以来的习气生活，简直太容易了，但若想从想法到行动进行改变，必将非常痛苦。但如果我们能像宋墨一样放下原来的思维定式，忍着痛苦改变，命运自然会发生变化。为什么一旦我们改变，世界也会随之改变？看看宋墨和陈家就知道了。陈家这个人本质不坏，虽然上一世他杀了窦昭的嬷嬷妥娘，但从他的角度来看，只不过是严格执行了上司的命令而已。上一世，陈家同样目睹了定国公被害的过程，但宋墨只顾住沉浸在仇恨中，没有找陈家调查，陈家只能随波逐流，继续留在姬隐卫中当走狗。而这一世，宋墨改变了信念，开始冷静调查定国公遇害的真相。宋墨的改变触发了新的线索，才让他见到陈家，激起陈家替义父报仇的信念，得到陈家这个得力助手。上一世的窦昭其实也非常聪明，能把筛子一样的侯府撑起来，为魏廷瑜把家宅内外考虑的一丝不漏。他之所以下场凄惨，是因为他甘愿服从继母和父亲的安排，甘心让自己困于内宅。这一世，他不再受父亲束缚，跳出闺阁女子相夫教子的思维定式，才扭转自己和他人的命运。世界就像个大型游戏，我们遇到的每个人相当于游戏中的 NPC， 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对他们，就会得到不同的回馈，进而发现这个世界的不同线索，走向不同的方向。人的命运走向跟遇到的因缘息息相关，但命运中的因缘受到信念和言行的潜在吸引。归根结底一句话，不断向内觉察，跳出原来的自己，多做好事，然后静待花开。